同学们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做一下这个书柜大家可以看一下，老师来解释一下这个书柜的构造啊。我在这个地方有做了3个颜色，深蓝色，然后深红色以及这个米棕色黄棕色我们一会儿呢就以深蓝色为例子来做一下。深蓝色它的构造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一共是由8片和一个长条组成的。那分别是哪8片呢？最上面的这个1号，也就是它的这个顶，这是第1片，最长的最宽的往下来看，这是第2片，第2片是要稍微窄一点的。这个第2片、第3片以及下面的这个第4片，它们3个的尺寸是一样的，2、3、4的尺寸是一样的。接下来第5片和第6片，它们是放书的，属于背板，它们2个的尺寸是一样的。第7片和第8片是这个侧面的板是一个支撑的，是一样的7、8。最后8片完之后，最后就是这一小条，这是第9个的一小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侧面是正面看以为是又贴了一层，那从底边看的话，其实只是贴了一小条一共就是这样的。尺寸的话呢，等一下我会展示在这个屏幕上，大家可以记一下，或者是用手机直接截屏拍下来都可以然后按照这个尺寸来做这几片。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还有一点就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第7和第8片这2个竖板以及背面的这2个放书的，我们建议做厚一点点比其他的要厚一点，特别是这个侧面的，它因为有支撑的，所以呢要厚一点，其他的可以做薄一点OK， 好，老师现在把尺寸放在这边，同学们可以截屏或者是记录一下。顶部的1号就是我说的最长的这个，这是 11.5 厘米长， 2.5 厘米宽，需要1片。接着往下来的3片2、3、4号就是台，这个台这个台面，这个它是10厘米长，2厘米宽，需要3片。第3个背板就是放书的这2片，它是5号6号，是10厘米长，1.5 厘米宽，需要2片。接下来侧板就是支撑的2个竖着的7号和8号，它是5厘米高，2厘米宽，需要2片。最后最下面的这个条是第9号， 0.5 厘米宽，就比较窄，10厘米长一条，8片一条。同学们记录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用来操作一下颜色的话等一下老师会说一下，除了深蓝色，其他颜色怎么配比。好的，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一大团呢是蓝色，建议同学们蓝色要多拿一些，比如说有些同学用具象粘土2包50克，我们可以拿出来1包用1包50克的作为这个蓝色，然后它配的黑色是这些比较多一些那如果同学想要深红色的话，就把这个蓝色变成红色就可以了，红色这么多，黑色这么多。如果想要这种米棕色的话，就是黄色这么多，但是不是配黑色，是配棕色配我们的棕色，黄色和棕色搭配，这个比例是一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把它们混在一起，混一下颜色。混的这种拉伸揉搓，就相当于把这个土软化一下如果同学们对这个黑色加多少的量掌控不好的话，建议我们可以少次就是多次，然后呢少量的加，一次加一点，然后混好之后看颜色不够深，再往里面加黑色，不要一次性加特别多好，我混好之后，这个颜色就是一样的深蓝色。那等一下我们在做这个8片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压泥板，然后擀面杖以及长切刀。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先把8片和一条这9个部分都切好之后放到一边，把它晾晒拌干之后，然后我们做这个书做好了，那个
那些部分也晾的差不多了，我们再用白乳胶啊来给它组合起来。好，现在拿出已经团好一团了，我取出一半来，因为操作时间比较长，如果一起操作的话，很容易有些部分就风干了啊，风干了之后再操作就会有疙疙瘩瘩。把这一个放在手中，拉伸揉搓之后，用力的团它，让它上面的明显的纹路呢都去掉。之后我们把它团成长柱形。好，我们现在先做的部分是有背板的这个，属于是5号和6号，它的尺寸是10厘米长，2厘米宽啊。那我先把它擀的时候呢，就让它尺寸达到超过10厘米，有一个富裕啊，我这里已经有13厘米了啊。建议同学们有尺子的话，把尺子放在旁边。好的，现在我用手掌先把它按压一下，我需要的是2片1.5厘米宽的，那它的宽度至少要3厘米才可以。拿出我们的压泥板，刚才我们说了哈，这个5号和6号啊，建议厚一点，所以呢，我就不用擀面杖，直接用压泥板把它擀平一些。看厚度还是蛮厚的啊，厚度已经达到了0.4厘米左右厚度。然后宽度看够不够3厘米呢？够的，足够可以切2片了。建议同学们呢是用压泥板来压，不是用擀面杖，因为擀面杖一擀下去就很薄了。拿出长切刀，我们先把其中的一边给它切齐，有一个标准啊，一边给它切齐。好的，下面再找到3厘米的地方，再给它切一下。好，然后把侧面呢先比齐一下，找到10厘米的部分。因为我们的这两块的厚度要保持一致，所以在一片上给它切出来。10厘米在这里，从中间1分为2。好嘞，整理一下。那我们的背板5号和6号就切好了。切好之后呢，整理一下毛毛碎碎的地方，把它放到一边，放到这边来晾晒一下5号和6号。下面拿出其余的土继续来做一下。我们先做1号，1号的长度是最长的。同样把这团土呢团成一个球，把里面痕迹很明显的部分用力去团它，压它啊，压好之后用手给它搓长，搓长条，足够12厘米以上了，也就是能够达到1号的长度，我们就给它按扁一下。其实为了保证它的那个厚度是一致的啊，同学们建议同学们不用擀面杖，就尽量不用擀面杖了。我这里就用压泥板给它压得薄薄的，用力压一下。好，现在我们来先把1号切出来，11.5，拿出长切刀，把一边切齐，找到，OK， 这是这边切齐它，11.5厘米在这里。可以在这里直接切，因为其他的尺寸都不会再超过11.5厘米了，我们就把这面也都切齐的。现在宽度是2.5厘米左右的，2.5厘米找到这个，
1号板我就切好了，它是最宽最长的。剩下的这一块不要浪费它哈，我们用它看一下够，我们拿它切侧面的板吧，因为它还蛮厚的。侧面的是7号和8号是5厘米高，2厘米宽，这个正好够2厘米。先把2厘米的地方再给它切齐，整理一下，然后5厘米，我们中间这个还长一点点，这里5厘米一片，然后呢5厘米2片，把它放在这儿晾晒一下。同学们已经有1、2、3、4、5片了，还差4部分。现在我们来切2、3、4号，就是这个台，这3个台，把剩余的粘土都拿起来。刚刚老师剩下的粘土不太够，所以我又补了一些颜色啊。那还是那句话，建议同学们多加一些啊，开始的时候就多来一些。同样拿在手中，给它用力的团一下，去掉纹路，粗长条。这3块板的尺寸是10厘米长，2厘米宽，够了。这里有13厘米了，我先用手把它压的薄一点，手压薄一点。2厘米宽的话，就至少要6厘米的富余量才能切出3个，一下切出3个来。再压一下。当长度足够的时候呢，就一门心思的去把宽度给压出来。再翻过来，再压一下，看一下它的宽度够不够。1、2、3、4、5，还差一点，拿出擀面杖。这3个台面的话，相对来说厚度要比其他的要薄一点点啊。用擀面杖拿出我们的压泥板，再压一下。OK 了，现在就开始切吧。我们先把侧面切一下，先把这面切一下，贴着最底端切啊，竖条切好，然后切出10厘米，10厘米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然后这边呢也先切一下，很长，看这边够不够？1、2、3、4、5，哦，才有5，这个还是不太够的哈，没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再补一个吧。那这个就只能切出来2片2厘米的，然后再切出一片那个一条0.5厘米宽的，10厘米在这里，2厘米一片，2厘米2片，剩下的这一窄条正好是第9号，摆放的时候整理一下。现在就剩最后一条了，最后一条跟这2个的尺寸一样，厚度的话等一下我们会参考一下它的厚度啊。团一下，搓长条，然后按压，按压一下，可以选出其中的一条放在这儿，用我们的压泥板压，一直压到和这个厚度差不多位置，我们就可以停啊。看，已经差不多了，我再压一下下，可以了。它的厚度跟它是差不多的了。现在就切一个10厘米长2厘米宽的一个长条，
先找到其中切好侧边10厘米在这里，然后上面的2厘米。同学们，这9条我们全部都做好了，我们把它晒一下啊。在晒的过程中，如果表面已经差不多，同学们可以给它翻个面，手不好操作的话，可以用长切刀给它翘起来，这样翻面比较好。OK，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书。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书有4个颜色，有黑色的、白色的，还有橙黄色以及棕色的。我们建议同学们在做的时候呢，黑色和白色都要做一下，因为黑色相对来说颜色比较沉一些，整体的话就不会那么的刺眼。那白色呢，稍微做几本，像这里有6本白色的，就有提亮的作用，以及这个橙黄色也是有6本，数量不会特别多啊。黑色和棕色的话，我们都做了10多本啊。现在还有一点就是要说的，有些同学不想做这么多颜色，做个2个颜色或3个颜色，那个时候搭配起来就会显得有一点呆板啊。所以呢，我们建议4种颜色。如果要做得多，5种6种的话呢，又有一点的太花哨了，所以4种颜色是最好的啊。你可以做黑色和白色，其他2个颜色你再任选一下，只要不和这个书架的颜色撞色就可以了。这是关于颜色的问题。第2个就是这个书的尺寸啊，我们书的宽度大约都是在1厘米宽，或者是比1厘米再窄一点，0.8厘米左右啊，这样子宽宽窄窄的都有，宽的也许是厚的辞海，窄的也许是漫画书，但不要太窄，也不要太宽啊，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就行了。那高度的话呢，因为背板的高度是1.5厘米，所以书的高度不能超过1.5厘米。我们一会儿切的时候呢，就按1.5厘米为准，我们一起给它切出来啊。有的同学看到了，书是高高矮矮的哈，那高矮的问题呢，等我们在铺上去的时候呢，用剪刀去操作就行了，等一下会具体操作的啊。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书的摆放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书是有一点歪掉的，比如说这个黑色和棕色之间有一个空隙，其实它这个空隙的意思就好像是它们之间有一本书被抽走了，然后这个咖啡色撑不住了就倒了下来的那个感觉，有一点那个故事的感觉，还有画面感。所以虽然我们自己在家的时候摆书的时候会摆得很整齐啊，一个挨一个的，但为了表现这个那种比较活跃的那种感觉啊，灵活性的，所以我们一会儿摆书的时候也让它错落有致一些。好的，现在我们就开始做吧。首先老师要做黑色的书，黑色书大约我要做10多本啊，不到20本。那我这个土拿的话，拿出鹌鹑蛋大小的一块土，拉伸揉搓之后用力团，去掉纹路，然后团成长条。这个手法跟刚才做这些那个背板是差不多的啊。那既然我们知道要做10多本，一本书我们就按那个0.8哈，那我们这个长度建议呢稍微长一点。大家可以先把高度赶出来，高度不超过1.5厘米，高度足够了的话，把长度赶出来。厚度的话，大约0.2厘米、0.3厘米左右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厚，当然也不能太薄了。而且同学们在做的时候，保证4个颜色的厚度是一致的。好，先切齐一边，找到1.5厘米高度的地方，再切掉，然后把侧边先切齐，就得到这样一个像长方形的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切书了，0.8厘米，厚一点的，薄一点的，薄的可以到达0.5厘米都行啊，厚一点的0.9厘米、1厘米都可以的。好的，黑色的书就切好了。
这样一大团。下面我们来切另一个颜色，因为同学们用了黑色之后手会有掉色啊，所以建议大家去洗一下手。如果没有洗手的话，擦一下，或者是第二个颜色我们就不用白色了，免得染色，我们用棕色。OK， 现在我把棕色拿出来了，数量它的大小也是跟黑色差不多的啊，做法一样，团一下去纹路，然后搓成长条，压扁一点，拿出我们的擀面杖，给它擀一下，高度达到 1.5 厘米就可以专注于长度了啊。擀2-3下，然后翻个面，厚度和黑色保持一致，差不多。其实这个梳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在半干的情况操作啊，它就不容易变形。现在可以了，我来切一下，先切齐一边，然后找到 1.5 厘米的地方再切齐。OK， 下面把侧面切一下，继续来切梳，1、2，窄窄宽宽。切本宽的，棕色的梳也切好了，下面就切白色。因为白色呢，切的梳数量比较小，所以我拿出的粘土也少一些。同样的操作手法，先用力搓，然后搓成长条，放下来，我们擀一下，翻个面啊，先把高度擀出 1.5 厘米左右。好，手扇一下啊，它有点湿。现在切齐一边 1.5 厘米的地方去掉。好，侧面切齐。现在我开始来切了1本、2本，切个薄的。已经是6本了，可以再切1-2块啊，7本、8本。白色也切好了，最后的这个橙黄色，我是用一些黄色配了一点红色，我们调一下啊，把它调成橙黄色。有些同学说我用深红色呀、深紫色呀都可以的，只要是这个颜色不需要太明亮啊，我们都把它颜色弄得温暖一点啊就可以了。好，它基本上是这个颜色了。现在我们就把它做成梳吧，团一下，搓长条，放下来，压扁。在操作的时候呢，同学们要小心这些梳啊，长度擀到 1.5 厘米之后，高度擀到 1.5 厘米之后，然后处理一下，比较湿润。OK， 现在切齐一边，找到 1.5 厘米左右的地方，侧边切齐哦，小心。好，现在这个橙色我们需要的也不多，也许我们就要个6本、7本，跟白色差不多。切本厚的，厚的和薄的粘在一起了，那只能舍弃一个了，就不能要了。OK， 切个窄一点的，6本、7本。同学们，所有的梳我们都做好了，现在我们拿出这2片背板，要把梳粘上去。粘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颜色的话，2本一样颜色的梳
可以放在一起，但是呢，不建议就是同样颜色的书放3本在一起啊。2个颜色之后就要换一个其他的颜色了。然后高矮的话也是高之后就矮一点，书矮一点，然后再矮再高这样子的啊，不要一下子全都是高矮的。那么它的高矮度是怎样的呢？先拿出一本，比如说黑色的书，我给它放上去，下面我想用一本咖啡色的棕色的书。我顺手拿到了这个，这时候如果我想让它矮的话呢，我粘的时候就偏矮了，粘一点从背面看，等一下到结束的时候，我们拿剪刀把它剪下去就可以了。再比如说，再贴一下黑色的书，再贴一本高的，再贴一本黑色的。这时候2本是一样颜色的时候，我们把中间给它留出一点缝隙，让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是2本书。如果贴得很整齐的话，那个缝看不清，就黑团团的一下子放在这里了所以下面就是棕色的就要矮一点了，矮一点。橙色的矮一点，贴的时候可以稍微斜一下。还有一点就是同学们在粘土半干的时候，或者是干的差不多的时候再操作是更好一些，它不会变形。黑色再来一下，再来本高的黑色，再一本矮的黑色，再多一点，白色矮一点，可以稍微都歪一些橙色，然后再拿出最后一本咖啡色。弄好之后看一下反面，反面就是多了很多条，对吧？等一下可以拆掉它，剪掉它，把它放到一边。用同样的方法，我们把这边也都是贴上一本黑色打底，然后呢本白色放上去，黑色有点像钢琴的键盘一样的咖啡色，再来一本，给它留个缝，然后橙色来一本，3本高的了，我们来本矮的，再来一本矮的，再来一本黑色高一点的，橙色套上去，黑色过来，咖啡色上来，再来一个最高的白色通高，最后由黑色来结束吧。是这样子的，背面也是这种。那这些呢就是不需要的，可以把它放到一边，拿出剪刀，背面剪齐，小心不要剪到这个深蓝色的书架正面看 OK， 这边是手拿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压出指纹就不好了。像这种的话，它粘上去，我们用剪刀给它处理一下，可以了。清理桌面，这样我们的书就做好了。等它干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用白色的亮光笔，或者还有一个就是黑色的这个中性笔，要在上面画一下书的一些那个题目标题之类的。好，已经干的差不多了，现在我就是写一下世界之大。同样的，黑色啦或者是棕色的话，我们用白色亮光笔，像白色以及这个橙黄色的话，可以用黑色的中性笔。漫画，我们随便在上面画一点图案不一定是非得写个字了，因为真是写不下。ABC， 好，有的时候橙色也可以用别的颜色。大小，白色部分写好，用我的黑色笔开始写白的部分。我几乎就是在
任意的画一下了。好了，我的书都画好了，现在拿出白乳胶，我们要给它组合了。首先我们找出1号这个顶部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反面哪一个面比较光滑漂亮，就当这个外露的这个顶啊。那上面有一些痕迹的话，我们就给它放在下边。好，再找出一个2号或者是234啊，是一样尺寸的，我们先把它俩贴在一起。如果它们2个的粘粘度还能粘在一起的话，就不需要白乳胶了啊。粘的时候呢，一边贴齐，3边有空啊，像这样子的。贴的时候这一边贴齐，然后呢把其他的3边贴上，这就是1号、2号贴好了，放在这边。接下来把我们的这个书放在中间，拿出3号、4号中的一个，同样的把漂亮的那面朝上啊，夹在这2本书之间，让这2本书把它夹一下。看好是这样的，侧边看是这样子。我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尺寸肯定是会有误差的，在组合的时候不会纹丝合缝的，像宜家的那些家具啊或怎么样子的。那怎么办？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就要照顾好一侧，就是把所有的好的尺寸都放到这一侧，然后最后一侧的这个地方多的拿出你的剪刀给它修剪一下，修剪好之后再贴这个侧背板。我们先照顾好一侧，这边也是把上面的给它贴上啊，都是以这一侧啊为准。下面的这个板我们也给它贴上，这样1、2、3、4、5、6全都贴好了。贴的时候因为它现在还支撑不了，所以呢就这样子的给它平着这么放。好，下面拿出我们其中的一个侧板，给它从头顶上去啊，这样子。如果你怕手指有留下痕迹，可以借助我们的压泥板，对，用点力都不怕了。现在要做的工作呢，是把我们的9号先贴上去。9号是这样贴的，贴在最下面的一层，然后呢露一半贴一半，贴好了给同学们看一下，它是这样子的。背面是这种的，正面呢是露了一小条的9号。贴完会发现哦，我应该是我贴的问题，出来这么多，但是已经粘上改不了了，就拿出剪刀来把多余的剪掉就可以了。好，你现在开始检查一下这边是否有特别突出的不平的，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直接贴最后这一块了，有的话我们就给它剪一下，选出样子漂亮一点的这一面啊，然后从头一直贴到尾，哇，完美。同样用出压泥板整理一下，这边也是压泥板整理一下。非常好，用手把有一点弧度的地方给它捋直一下，然后就这样子晾晒。我们的这个就做好了。我发现我有一个做的不太漂亮的，这个有点突出太多了，等一下我还是要给它，哇，能撕下来，太好了，撕下来重新的按压一下，哦，这样好多了，完美。做这个的是否能做好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板要厚，同学们啊，一定要保持它的厚度，这样才非常的漂亮，而且有支撑力。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有做过一个比较薄一点的，这个是相对薄一点，特别是侧板薄一点的话，那它虽然晾干之后也很漂亮啊，但是它厚一点的话就更有那种沉重感啊，厚重感会更漂亮一点。好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书架的制作。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这个咖啡杯，然后把上一堂课同学们做好的那2本书可以粘上去。等它干透了之后啊，大家可以在上面稍微刷一点亮光油啊，
做一个像油漆的效果的感觉。好了，同学们，我们现在来继续捏一下这个杯子。老师先讲解一下，它的杯子的颜色呢是红色，然后呢偏粉一些，所以里面掺了一些白色。之后它又有一点偏深一些，那就掺了一点点的黑色，有3种颜色组成的。那这个杯子的部分呢，它包括底下的圆的杯底，然后呢长方形包围的一个杯的杯身，之后这边有一个像小耳朵一样的把手，里边呢还有这个咖啡色做成的咖啡色粘土做成的咖啡，然后我们等它干的时候，可以在上面用白色的亮光笔画一些拉花图案都可以，之后用亮光油给它往里面滴一些亮光油，做成水的那种液体的那种布灵布灵的形状啊，那种状态。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把这几部分做出来吧。首先我们要调一下颜色，我这里准备了红色、白色和一点点黑色啊，红色和白色比例差不多，黑色呢要少一点。我们调一下看一下，虽然黑色比较少，但调出颜色还是有点深了啊。同学们，如果这个颜色你觉得挺漂亮的啊，就可以直接用到它。我觉得或深或浅，自己呢再往里面加。现在我们来做一下杯底，这个杯子的尺寸大约是底下是圆形的，直径1厘米左右，上面的高度呢大约是1.2厘米左右的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球，小一点，拿出一小部分啊，把它团成球，正圆形，放在板上，用压泥板压一下，压到1厘米左右的尺寸，也就是充满一个小格子，它就是可以了。好，第一部分杯垫就做好了，放在一边。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下，可以先做咖啡啊，把它放在这边，拿出咖啡色粘土。这个咖啡色呢，它的咖啡色粘土做出来的咖啡是圆柱形的，之后我们就可以确定它的尺寸。圆柱形的咖啡色它不能超过1厘米厚，不然咖啡就溢出来了。高度呢不能超过，我们刚才说杯子高度是1.2厘米左右，那如果是半杯咖啡呢，它也就是0.6厘米左右的一个高度啊，所以我们只要不超过1.2厘米，这个咖啡就可以了。现在放了一下，先把它弄得窄一点 ，OK， 可以了。高度和直径，它是在这里，现在是这样子的。现在就开始来做一下咖啡杯的杯体，把粘土拿出一小块来揉搓，用压泥板滚一下，这个杯子不要太薄啊。好，现在滚好了之后，我们给它压扁一下，看一下尺寸，尺寸有一点点小的话，再往里面添点土啊。长柱形，然后压扁，达到1.2厘米左右，这回可以了。现在拿出剪刀，剪其一边。包的时候可以在咖啡那个底座上啊包，也可以把底座露出来。我选择把底座的边沿都包进去，包到这边。我们用剪刀剪一下，再处理一下边边角角，压泥板压一下，完全可以用滚一下，因为这个土是湿的，用手的话就一用力就变形了。现在它是这样一个柱形，你会发现这个咖啡杯的这个地方不是非常的漂亮，那怎么操作呢？拿出我们玩棒的最小的那一个啊，我们可以用玩棒最小的，看一下大小尺寸合适的话，在里边把咖啡先
滚平啊，一圈一圈的，然后把咖啡的边沿呢给它扩大一点或扩得自然一点就行了。这边尺寸上有一个误差，就剪掉它。现在这个咖啡的第3个部分就做好了，我们来做第4个部分，咖啡的把手。拿出一小块咖啡杯把手啊，压泥板给它滚到粗细差不多的地方啊，长度也可以用剪刀剪去，斜着剪一个小的斜面啊，小斜面的话安上去，安在我们的刚才那个缝隙的地方啊，连接的缝隙，然后上面凹个形状，差不多觉得就把多余的给它去掉，再凹一下，看长短可以直接放上去，再凹一下这个把手的形状。这个小咖啡杯就做好了。好，现在我们把它放在旁边啊，晾晒干之后呢，可以往里面画一下，在咖啡上画一些图案，然后杯的面上呢也可以画图案。像小多老师这个咖啡杯有一个 LYD 是老师名字的缩写，用黑色的中性笔写的，然后之后又涂了亮光油，就很漂亮了。好，这就是咖啡杯的制作。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沙发吧。这个沙发它是由9片和4个沙发腿构成的，然后上面放了一个盖巾啊。那这9片的尺寸呢，老师写在这张纸上，同学们可以先停止下，然后截图拍下来或者是抄下来都行啊。好，老师现在讲解一下这9片分别是哪9片。我们看一下啊，老师把它的座位分成1号和2号，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会把1号和2号给它做成一个啊。然后这是3号和4号，是我们的侧面，那扶手的侧面。5号、6号是2个圆枕，7号、8号是靠背的侧面，最后一个9号是大的靠背啊。这是它的分成这9部分，然后是4个沙发腿。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并不是绿色，但是看起来像是军绿色，实际是用黄色加上黑色调出来的。老师用的是小鸽笔啊，它调出来之后颜色就偏绿。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同学，你用黄色和黑色调，不一定和我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不过是你如果用小鸽笔的话，颜色就会是这种形状的了啊。现在拿出我们的黄色和黑色粘土。好，黄色的话我们尽量多拿一些，这是黑色啊，黑色我先给它放一小半吧。我们拉伸揉搓一下，因为如果颜色混的不够多，后面再想补颜色的时候会有一些色差啊，看起来就不好看了。一次性给它混多一点。你会发现它并不是深黄色，而是变成了这种绿色非常好。我混完颜色之后，它的颜色就可以了。那这块黑色粘土就不需要了啊。好，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我们首先要做1号和2号。它虽然是它的尺寸是这样的，宽度是4厘米，深度是3.5厘米。厚度分为1厘米的上面和下面是0.6厘米，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呢，直接做一个1.6厘米的厚度，把整个厚度都做下来啊。然后在上面呢是有滚边的，这个滚边我们建议就是滚好之后在半干的情况下再使用，不要滚了之后就用它，不然它容易变形，手稍微碰一下就变形了。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步先把2条滚边滚出来，然后放在旁边晾晒。等我们做好1号、2号的主体之后，再用它，就时间刚刚好啊。好，拿出一小团粘土，搓成球之后，用压泥板给它滚一下。如果压泥板滚了半天啊，这个还是不动的话，就用我们的手给它滚一下。因为太细的时候压泥板操作不到，
稍一用力就扁了，然后呢轻一点呢又没有动静，所以我们就借助手用完之后呢，还是要用压泥板把它的粗细再调整一下才可以啊。好，这是第一条，长度是1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我们来第二条，搓成一个球，搓长条，压泥板滚起来。好，用压泥板再调整一下，因为毕竟我们的手滚的时候会有粗细不同啊，看波浪形状。第二条也滚好了。我们在滚边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每一条滚边的粗细之间都差不多，不要一条太粗，一条太细。OK，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1号和2号的合体啊。拿出一大团粘土，因为我们发现啊，这个沙发的两个手指的地方呢是比较有一个自然的弧度，然后这个地方是平的啊。那自然的弧度，有些同学会觉得后期用压泥板给它这样弯曲的就能给它压出来，但是我们建议最好是一次性的让它自然的有弧度。那怎么做呢？就是把这团土给它搓成圆形啊，这个圆形它自然的那个保留住两面的弧度了。好，放在手中先用力的揉搓，把纹路痕迹啊都给它搓掉，这样一片放下来。我们不管是做1号、2号还是后面的3、4、7、8，在做的时候都是先把厚度尺寸做出来，然后再处理长宽啊。这个厚度是 1.6 厘米，先压一下，立起来测量一下尺寸啊，这是 1.7 厘米了，或 1.8 厘米了，我再给它压薄一点，再看一下。哦，这个可以，现在是 1.6 厘米左右可以了。厚度确定好之后，把它立起来，用压泥板压一下，压扁一点，然后看一下宽度是否是4厘米。哦，这个明显应该是这样测量比较好。1、2、3、4厘米可以了。之后再把它，刚才是立这一头啊，现在我们把这个给它立起来。1、2、3、4厘米的宽度达到了。我的这团土厚度 1.6 厘米，宽度4厘米，我们把多余的土呢都给它变成长度，等一下长度 3.5 厘米够的时候，其他的就可以切走了啊。现在看一下，因为刚才是圆形，这两边的弧度就已经保留了，稍微轻一点压啊，再调整一下，因为每一次压完之后它的厚度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个改变，所以我们要不停的调整。4厘米可以，3.5 厘米呢？现在开始啊，从这边数 3.5 厘米，给它把多余的切掉，拿出长切刀，1、2、3， 3.5， 只需要切一点点啊。切好的这面用剪刀修整一下，再用压泥板压一下。再整理一下啊，看一下尺寸 1.6 厘米，宽度4厘米，宽度有一点点宽，再压一下，宽度4厘米 OK， 深度 3.5 厘米。好嘞，那这个1号、2号的合体我们就给它做好了，这两边是比较圆润的了。现在拿出细节针，我们在这个厚度 1.6 厘米的地方呢，给它做一个凹槽。那它的尺寸刚才已经说了，上面1厘米，下面 0.6 厘米，我们不需要特别的精准，我们只是在中间靠下一点的位置给它压一下啊。同学们在中间靠下一点的位置啊，压一个小半圈，这边也是平行着来，中间靠下的位置。现在是这样子的，拿出滚边，可以给它缠绕一下，后面这个部分是不需要缠绕的啊。拿出一条，先把一头给它剪齐，这边按上去，缠的时候呢要拉直了啊。
啊，不要软软的，软软的就很容易出现不平的感觉啊，拉直，用一点点的巧劲呢。好，多余的放到一边，这个放到一边。如果你剩的比较多的话，同学们剩的比较多就留着，一会儿在做圆枕的时候是可以用到，而且不用再滚滚边了。上面也是拉直了。好，这个1号和2号的座椅就做好了，放在旁边。如果这个表面比较有坑或者是指纹的话，轻轻拿压泥板调整压一下啊，整理一下桌面。我们现在来做3号和4号。这个3号呢和4号，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针对这种不规则的形状，我们的原则就是先用一个类似的规则形状先做出来，然后再用手去凹它的造型，或者是进行一个调整啊。这个就是一个塑形。那它其实是一个长方体，尺寸是宽3厘米，高2厘米，侧面厚度0.5厘米。我们先切出2片这样尺寸啊，3厘米、2厘米，侧面0.5。